大家好，欢迎收看扣马电竞。LPL 夏季赛即将在2天后盛大开幕，而在此之前的预热赛事老头杯也将在5月的最后一天暂时告一段落，为即将到来的夏季赛让路。经过9天的激烈角逐，10支参赛队伍中有4支队伍遗憾止步小组赛，其中包括由 K 神、散黄、Kid 和 Uzi 领军的4支队伍。而在淘汰赛环节中，目前已经完成了第2场 BO5 的对决，有2支队伍不幸跌入败者组，他们将继续为荣誉而战。BO5 的第1场，宝蓝队零封 PYL 队，成功晋级胜者组决赛，而第2场，逆影王队交手姿态队时，以3-1的比分完全轻取，和宝蓝队会师胜决。PYL 队和姿态队落败之后，已经跌入了败者组，后续要交手的队伍分别是 Let.Me 队、Zoom 队，谁输谁就止步老头杯6强了。MSI 季中冠军赛结束之后 ，LPL 展开了老头杯的较量，而在后续老头杯结束之后 ，LPL 夏季赛就将会开打。在夏季赛开打之前，有很多队伍进行了一系列的转会期操作。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大事件成功引起了观众们的热议 ，LPL 的最菜中单竟然找到了工作。LPL 今年的春季赛出现了大量节目效果对局，有大量选手都打出了极其离谱或者搞笑的个人操作。而要挑选一个最菜中单的话，相信90%以上的观众都会选择 EDG 的中单 Fisher， 因为这个人的水平已经远远突破了观众们对菜这个词的认知。在 LPL 历史上，其实有很多表现奇差的选手，其中也包含很多韩援，但是 Fisher 这个选手不一样，他属于是又臭又长类型的典范。就是说，之前的中单打得离谱的话，大概率会被提前换掉，但是EDG 可以说是给了 Fisher 足够的机会，但 Fisher 确实是不中用。最开始其实 Fisher 在一些小的杯赛中发挥是十分出色的，但得到 EDG 首发之后，表现就开始不对劲了。几乎每一场比赛都会出现离谱的失误操作，对局势的判断不行，团战的站位靠前，各种搞笑的操作不断。饭堂最后一期还专门是给剪辑了一下 Fisher 的下饭集锦，当时米勒还说 Fisher 不会像 CK 一样回到 LCK 直接夺冠了吧？结果 Fisher 还真回 LCK 了。LPL 转会期尘埃落定之后 ，LCK 那边也是公布了人员的大名单，结果观众发现 Fisher 竟然真的回到了 LCK， 加盟的是 NS 战队。NS 战队有3个中单 ，Fisher 的名字在第2的位置，也就是说 NS 新赛季会采用一个多人轮换的上场制度。队内大多数都是新人 ，Fisher 也是第1次打 LCK， 虽然是韩国选手，但在青训期间其实就被 EDG 给挖走了。对于 Fisher 回归 LCK 的事情，观众们都纷纷直呼不理解，就是说这么菜的一个中单，为什么还能找到工作？可以说是整个转会期最离谱的大事件。难道说 LCK 真的要证明说，同样一个中单在 LCK 赛区就能打得比 LPL 更好？硬要说的话，Fisher 唯一的一个优势就是足够年轻了，但说实话，这个年轻的选手在我们看来没有成长为顶级选手的资质或者说潜力。衡量一个选手是否优秀的能力标准中 ，Fisher 没有一项能够达到优秀或良好的水平。个人认为 Fisher 最开始在杯赛打得好，给观众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操作能力很强的中单，他属于是阿卡丽的绝活哥选手。连续2年 S 赛结束后的休赛期，参加杯赛都表现不错，包括打 GEN 都赢了。但是得到 EDG 首发之后 ，Fisher 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中单，操作能力不行，脑子不够清醒，心态也不好。一个新人选手想要成才，要么你操作能力很强，而且足够敢打，要么就是你对局势的判断足够好，配合队友的能力强。这些特点 Fisher 显然都是不具备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EDG 怎么教 Fisher 都学不好，厂长甚至在场下大骂 Fisher， 但都没有用。有一种可能性就是 Fisher 确实人妈了，输太多心态爆炸，根本就不会玩游戏了。NS 想要赌一手 Fisher 能打好，就只能赌 Fisher 心态好的情况下能打出更好的水平。还有就是勤能补拙 ，Fisher 自己多努力争取，俱乐部再帮一帮，看看能不能打好。总之，这个选手职业生涯所剩的机会可能就这么一次了，看看他能不能把握住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
Fisher 会在 NS 表现怎么样呢？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我会去挨个查看。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